这个市区里面没有风的感觉，就是没有风的感觉，然后我们在里面睡觉，好缺氧啊，还没睡好啊，这一大早的。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抓紧先去公共洗手间洗漱，然后再到昨天物色好的豆浆油条店，来个豆浆油条大满足。豆浆是5块钱一碗，油条3块钱一根。在安多县没有吃上啊，安多县那个店天天说没货。今天算是吃够了，然后去把昨天没拿到的快递去拿一下啊。真的是跑遍了整个城东南西北，才总算是找到了这个邮政快递这个小门店。因为本地快递员的普通话真的很难听清楚听明白啊。他们说把庆十字路口，我说把庆是哪儿啊？去到邮政公司，我又问邮政的小姐姐把庆是什么地方。小姐姐说把庆是普通话呀，你为什么听不懂呢？我说你给我打字打出来吧。然后我一看，我说巴青啊，然后小姐姐冲我翻了个白眼。我的随身移动 WiFi 进了西藏之后就没有信号了，然后我以为是我的设备坏了，可以跑到营业厅来询问，然后他们告诉我西藏是禁区，然后我就问了物联网的这个公司还有哪些是禁区，他们说新疆也是禁区，那我这1年都用不上了呀。可是我充了整整1年的网费呀，500-600块呀。因为今天准备要自己维修2个车子的几条轮胎，所以说决定买一个打气筒啊。我的那个便携随身的迷你打气筒，光打满1个轮胎的气都需要怼4000下，想想都可怕啊。所以说抓紧的买一个大一点的打气筒。工具都到位了，回来准备干活。把轮胎拆下来，我看了一下，轮胎不是磨损啊，没有怎么磨损，就是扎胎了。但是以前的话，我是考虑到路上的话不太麻烦了，我多备2个备胎，然后也不要买打气筒什么的。到了城市之后，再把这个坏掉的轮胎，修好了打气就可以了。但是万万没想到啊，1年了都从来没有掉过备胎，居然把备胎给弄丢了。这个新轮胎的它的轴距啊、宽度啊，跟旧的轮胎好像不太一样，东西都不太匹配啊。有些看我视频不久的友友说，那你装一个实心胎不就好了吗？我想告诉你啊，实心胎是坏轴承的。我刚出门不久的时候，外向轮和后面2个大轮的轴承都坏过。坏轴承比坏轮胎更恐怖啊！抗震性好的话，对轴承的伤害就不大；抗震性差的话，就是对轴承伤害很大。后面2个已经是实心胎了，所以说前面这个外向轮我就必须要用减震一点的，不然整车颠得更恐怖啊！轴承如果是轻微损坏的话，还可以受着很大的阻力往前拖，但是如果重型阻力的话，车子轮子转都不转，而且是一个人无法完成更换的，要有大型的工具。所以每一种轮子都是有它的弊端的，就看自己能承受哪一种。这个新轮胎它的轴距比较窄一点，所以说造成了2边还有空隙会晃动啊，所以不行。这样轮胎会2边晃动，会容易把那个轴承给别坏，所以说得去给它找2个链片啊。头一天全程找轮胎已经摸索过了，哪些店是卖什么的，所以说很容易就找到了这家。顺便准备找几个螺丝，对，我的柴火炉之前因为找不到适合的螺丝，一直买的新风机都没有装上用啊，所以正好给它2边垫上垫片之后，不能说还行啊，只能说太完美了。柴火炉的风机和螺丝都是人家厂家定制的，所以找不到完美匹配的。找到的风机虽然说跟它以前的功率是一样的了，但是比它要厚了1厘米，所以完全找不到匹配的螺丝。今天找到的螺丝虽然说形状和直径是一样的，但是长度还是过长。还好我就刻意买了老虎钳，对，专门用老虎钳把它截成满意的长度。有人会说那么麻烦干嘛，重新买个新的嘛？新的又要花200-300块钱啊，没有必要的。自从我出来骑行之后，凡是能用的就不会换了，能修的就不会丢，能自己去修的就绝对不会花钱让别人修。
别看每次好像修理费都是180，然后换个东西都200、300、400、500，一年下来的话可能是几千上万哦。这等于是我要做3、4个月视频的收入啊！我宁可偶尔闲散不想做视频的时候就不要做视频，都比逼着自己做视频挣的钱，然后花在这些不必要的开销上面要心理平衡多了。糟糕，火风的接头它是自己定制的，不是通用的。我买的这根管子跟它的接头完全不一样啊！真的是用尽9牛2虎之力，终于把这个断掉的头给它掰下来，然后发现里面的孔还是不匹配的，因为它塞在里面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它的那个头是什么样子的，根本就找不到一模一样的呀！又浪费了我30大洋，这个掉的轮胎也是浪费我100多大洋啊！这次把它捆得紧紧的啊！我不信呢，还能给我颠掉了。因为早上是缺氧难受醒的，所以说没有睡好啊，不准备再继续修自行车了。先抓紧来洗个澡吧，来这个清真淋浴啊。一般的话，清真的它都非常讲究卫生，非常干净啊，所以洗澡首选清真。来到那曲市之后，明显的温度要比外面山里面热太多了，身上都快臭了。我不是说我一直很想吃芝士蛋糕吗？然后搜遍了全网，只有这一家里面有芝士蛋糕，所以就进来疯狂消费了100元大钞一张。后来回去尝了之后，超级后悔呀！还好有这个蜜雪冰城的杨枝甘露冰淇淋摇摇杯，弥补了我心灵的创伤啊。由于这一天折腾太累了，所以想犒劳自己，又订了炸鸡。没有自己去买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家它的外卖新客可以减27元，我又不傻，这种羊毛怎么能不薅呢？但是再说句实话啊，优惠一定有它优惠的原因。这个炸鸡里面虽然是没问题，很好吃，但是外面的那个脆皮不太行啊，不太脆香。但是不影响我吃的香，因为肚子饿了，也很久没吃炸货。这一天，哎呀，累的。你们说我进城可以好好休整，但是事实是，每次进城我都有忙不完的事情啊，比在路上骑车还要累。区别就是进城了可以用美食犒劳自己。总有些网友喜欢嘲讽我现在丑啊什么的，如果把晒黑了就等于丑。不收拾捯饬就等于丑，不打扮就等于丑，五官疲劳不算好看就叫做丑的话，我只能说这种人除了肤浅就是俗啊！整个欧洲都是欧式大双眼皮啊，没有一个欧洲人认为拥有欧式大双眼皮叫做漂亮，叫做帅气的。只有泡菜国那种全国都没有几个双眼皮的人会觉得有一双欧式大眼皮就叫做漂亮美丽。同样在白人国度里面，从来没有觉得长得白的就叫好看，他们更喜欢更健康、更有色调的肤色，所以通常都喜欢去日光浴、去美黑那些，还有很多喜欢脸上有雀斑的。对，然后外形审美真的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啊！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对外形的统一审美标准啊！白幼瘦被封为女神的，去到别的国家，可能别人看都不看一眼，就这么简单直白。而在你们眼中长得不怎么样，甚至被你们称为丑的女生，可能去到国外，被你们眼中的那些高大帅气的男神所追捧。当然，一些对我们有恶意、不友好的外国人，他也会拿我们的这种独特的长相来做一个攻击点。但是没有恶意的那些人，他们真的不会攻击我们长相什么的。其实说白了，就是喜欢与众不同，就是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看着已经是麻木的状态，看到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长相，它就是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对吧？就像我们90%以上的人全部是黄皮，那么有那么几个女生，如果说是超级冷白皮的话，她就会被格外的关注，仅此而已。就像黑人来到我们国家，走在街头的时候，也是吸引无数人回头。即使在我们的审美里觉得黑人比我们都还丑，但是呢，还是有些女生她就是觉得很特别，就是喜欢。人类的视觉传感神经它就是这样的啊！如果在一片油菜花田里面，你看到了一个薰衣草，一定会比你看着那一片花海一样的油菜花地更让你兴奋一点点。同样反之也是一样的啊！所以所有的姐妹们，不要对自己的容貌太过焦虑，也不要对自己的容貌太过苛求，
当然，如果说是职场上有一定的需要的话，那也是没办法的。但是不要太否定自己就行了，那是部分人的审美，不是全世界的审美。你依然美丽，只是没有遇到那一群正好欣赏你的人。况且在我看来，真正的美依然是心灵上的美，外表上的美只是说是锦上添花而已。如果你有气质、有才华、有修养，还有一颗善良有爱的心，即使外形一般，也不会影响你这一生是一个优秀的人。反过来，如果说你只有一个好看的皮囊，但是你内在什么都没有的话，即使你再美这辈子你跟优秀的无关，只能算是漂亮。优秀的内在是会伴随人一生的，哪来的美丽的皮囊只是昙花一现的。不用太刻意去取悦那些觉得你不漂亮的人，因为那些人不值得你取悦。这3个蛋糕真的是肉疼的感觉因为3个都超级难吃，怎么能这么贵又这么难吃呢？